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全世界富人、资本家、政治家都在默默地看一本书，包括国家的总统、军校，然后世界500强的 CEO， 比尔盖茨、孙正义、马云，还有我自己等等，都是因为这本书而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帝国。因为当你读懂了这本书，你不会惧怕任何的竞争，你可以无限的欺负任何的弱者，也能赢过比你强的人。然后，如果今天你想要追一个女生，想要把跟你抢升职的同事踩下去等等，这本书更绝对是游刃有余，因为里面会让你知道如何调配自己的筹码，然后去算计、布局等等。你几个小时就可以读完了，因为是古文嘛，也就几千字。但就算你精通古文，你看完以后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，因为大部分的人呢，以为这本书是教你打仗的，其实不然，这本书是教你装孙子的。书名就叫做《孙子兵法》。《孙子兵法》这本书发行了好几千年了，但从来就没有怎么修正过。毫不夸张的讲，我觉得从古至今，没有一本教商业、销售、理财和管理的书是可以超越的。因为里面的内容，人家作者都是用命换回来的。在古代打仗，输了是要掉脑袋的。而他虽然是讲军事，但里面的思维呢，是可以套用在无数的领域。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如果牵扯到人，那就会牵扯到竞争。你想要混得好一点，能够往上流，就算你只是想让你的基因传递下去，你都要击败无数个你女神身边的追求者。但最可悲的是，这本书在国外卖得非常火，而我们华人呢，居然没有几个人看过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古人的智慧到最后被别人用来搞我们。所以我的责任就是在这部影片跟大家分享《孙子兵法》里面的思想，如何实际的套用在创业赚钱、资产分配、投资等等的领域。所以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，让 YouTube 推送给你更多让你致富的免费影片。顺带一提，这频道是专培养企业家、投资家、有钱人的。如果你想要和我连接，除了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，还可以去 TikTok 关注我扫地僧哦。首先，国外把《孙子兵法》翻译成 Art of War， 也就是战争的艺术，其实已经误导了大部分没看过这本书的人。因为这本书不是教你战争的，而是教你认怂的。36计走为上计，大家听过吗？都是住在这里的。真正的高手是不跟你打，然后你自己就趴下了，这叫做先胜而后求战。这也是我本人在追求的境界。比如说，我面对我的合作伙伴、客户、员工，我已经知道我能在你身上赚多少钱了，你对我有什么利用的价值，你想在我这边拿到什么。也就是说，我已经吃定你了，你的人已经是我的了，你自己就会自动的替我赚钱，那我也不需要再搞什么。投资也一样的，假如我有一个盖房的项目，前期需要投钱去买地，那钱怎么来呢？跟银行借啊。那我把地买回来了之后，也不需要把房子盖好了才拿去卖，我就搞个预售，把我那栋房子的蓝图弄好，然后告诉那些买房的人，这房建好就是这样子了。不过你可以在建好之前呢，用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去买。比如说建好的话，你去看市场成交价值是100万，但如果你现在愿意相信我的话，我愿意卖给你便宜一点，80万就好了。那这种预售的手段呢，是非常棒的。首先，我们可以在盖房之前呢，就可以把买土地和盖房的成本都收回来。比如说40万好了，但我实际收了80万，也就是说，我不用自己的钱去买地，也不用自己的钱去盖房子，我房子还没开始盖的情况下，我已经赚了40万。这个就是先胜而后求战。然后对消费者而言，附近的房子都卖100万，他们80万就能够买到全新的房子，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拒绝，这样才是双赢的交易。所以大家要把思维调过来，我们不是去想如何才能打赢一场竞争，而是如何不打也能够赢。你一直去思考这个问题就对了。孙子兵法有13篇，但前3篇都是再三的告诉我们不要打的。第一篇告诉你，如果你想要发动战争的话，打之前先算一算有没有胜算，没有胜算，明摆着打不赢的话呢，那就不要打啊。所以你看，什么是傻子？就是那些动不动就说要揍人的那些，这类人傻，你就不要跟他傻啊。我们的命要拿来赚几个亿起跳的，那遇到这类人怎么办呢？认怂，我后面会讲。然后第2篇告诉你有胜算，打得赢，要不要打？这时候你就要去计算一下这个战争的代价，如果成本太高的话，也就是说你是打不起的，那还是不要打。比如说很多的员工认为自己的利益
都被老板不合理的剥削了。先不说你有没有理，你会发现，就算你能够把这老板告上法院，你告赢他了，而你拿到的赔偿却不够你去找律师的诉讼费，又或者里面的其他成本。因为律师是按时和工作量收费的，我们老板也不需要干什么就跟你拖，这样跟你耗都能够耗光你的钱，对吧？反正我们法务团队每年都是交那么多钱的，所以你会发现法律的确很清晰，有很多保障员工的条例，老板看起来是比较吃亏的，但其实市场已经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因为那些员工打这笔账的成本，他们是无法承受的。所以有些底层的人呢，也搞不清楚这一点。先不说他们有没有理，但有些人动不动就说要告你，要弄死你，这就属于比较无知的人。所以其实律师收这么贵，从经济的逻辑是非常合理的，因为就是可以利用价高者得的简单原理，杜绝某些滥用法律资源的人。那第三篇就是告诉我们，打得赢也打得起，那是不是就可以打呢？再等等，你在打之前再去思考一下，能不能不用打的，用别的方式去解决呢？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。比如刚才说的，如果你是一名员工，然后道理也在你这边，对啊，法庭如果判你赢，你甚至有机会让我们帮你付律师费。但如果你输了呢？如果我们不惜代价要聘请最棒的律师呢？对的，法律可能偏向帮助弱势方，但解决办法有很多嘛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双方坐下来和解，不要给我们伟大的法院添麻烦了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这世界有很多不平等的协议，我也曾签过，也吃过这样的亏，但没有办法啊，这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。所以我们只打有把握的仗，只做大概率赚钱的事。比如说我们看中的项目都必须是没有什么成本的，因为这样我们赚到的每1000块美金都是我们的利润。其实在当今这知识型的时代，最赚钱的不是那些实体的东西，我们人更喜欢去为一些虚拟的东西付费，而且这些东西一旦建立起来之后是可以自动的运转的，代表你不需要盯着它，它都可以帮你24小时的赚钱。而我认为成功的创业是一门科学，科学的意思呢，就是可以有框架有系统的，是可以复制到每一个人身上的。这些方法和套路，大家如果认真的想要知道，我特意为此做了一个完全是免费的培训。虽然是免费，但唯一的门槛是有人数的限制，而且不能够重播。有兴趣的可以在影片描述栏上的第一条链接报名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孙子兵法玩的是大象跟小狗的对决。当你是大象的时候，你就不要跟小狗打，尽量要用吓的。那怎么样才知道自己是大象，而对方是小狗呢？我们就要用计，这计不是计谋，也不是计划，而是计算。算一下自己的筹码跟对方的筹码，主要比较5个元素：道、天、地、将、法。道是什么？我从做生意的角度去分享，道就是这世界的规律，每一秒都在变化。那如果你跟这个规律吻合了，比如说你公司的使命理念如果跟市场吻合的话，那你就赚钱了。比如马云说要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，那他的道就很强，所以就可以吸引到很多的人才顾客去追随他，跟他同生共死，不畏惧任何的危险。如果我的道只是希望比如说让非洲没有难做的生意，那我的道就比不过马云了。又比如说你跟另外一个男生同时在追一个女生，那个男生的道就是希望女生成为他的女朋友，而你的道就是希望跟你在一起可以幸福，那你的道就比他强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是你能提供的价值。道主要是用来得民心的，得民心者得天下。你的道能够吸引到越多的人，那你就混得越好。比如说我的频道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达到财富自由，看似我在成就你们，实际上呢是你们在成就我，所以很感恩为我撑腰的你们。而这个道不是说说而已，而是要落地的。这道会直接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动，就是我们做一件事之前呢，我们就要搞清楚你到底要为谁而战，为何而战。所有的行为呢都必须要有一个标准，而不是随便就改，随便就说不做了。所有朝令夕改的帝国、公司还有人生目标呢，都只有一个结果，就是灭亡。另外一个呢就是天时，大家都听过，也就是所谓的趋势。比如说现在股价是向下走的，处于长期下降的趋势，然后你去抄底，那你就是违反了趋势。但过了几个月之后呢，
股价就开始反弹了，你什么都没有做就赚钱了，也是因为你顺应了趋势。我们要去比较你跟你的对手哪一个人在趋势之上。马云为什么能够做起来，大家能清楚吗？当时互联网在中国内地不是很盛行，但在美国就刚起步，没有人认识马云，但很多人都认识比尔盖茨，所以马云就到处的讲。比尔盖茨说未来互联网是最有前途的行业，不断的讲，讲着讲着别人就信了，这趋势就出来了，而他的阿里巴巴就有人投资了，他就成为了第一个进去挖金的人。然后李嘉诚以前是卖铁桶的，但最后被塑胶桶取代了，因为塑胶的成本更便宜，所以他就知道塑胶将会是趋势。然后有一天他看见国外已经流行塑胶花了，他就灵机一动，决定把塑胶花引进到香港。当时香港人的消费水平呢不断的提升，开始有一帮人会追求这些精神层面的消费品。那李嘉诚呢就是因为这趋势而发财了。又比如说我做自媒体的，然后到现在你还做实体生意的，那么一个疫情你就拜拜了，而我反而生意越来越火。那这就是天的比较。其次就是地，打仗的话就是地理地形，而对于我们商人来说呢，就是我们的优势能不能在这个行业发挥出来。比如说我是篮球之神，但我今天去玩乒乓球，那我的优势是不是不能发挥啊？又比如说我的口才很好，但我去做工程，一整天都不用开口的，那是不是这个行业限制了我的水平呢？其实这里我想要多说一下，为什么我觉得传统教育很可悲呢？我们小时候明明物理很差，就被强制的去学，白白浪费了我们探索的时间。而国外你数理化英文都拿第一，但却没有任何一所大学会收你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认为你除了读书你还能干什么呢？但我们华人学校培养最多的就是这类型的人了。所以从地去比较的话，我们的大学生读书可能比较厉害，但在事业发展，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按部就班的，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优势，怎么发挥我们的优势，也不知道自己喜欢干什么，只知道自己不喜欢干什么。最可悲的是，每个人都干着自己以前最讨厌的事。那如果你想要找到自己的道天地，赶快报名我的免费培训。那再来就是讲你自己有没有人格魅力，有没有领导力。很简单，一对朋友里面总有一个老大。其实这世界成功的人呢，他们从没钱的时候就有一堆人愿意追随他了。那么我有人追随我，替我办事，也愿意为我牺牲，而你没有，那你就比不过我吗？其实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一样的。所以你看一个人身边有没有人跟着他，有多少人跟着他，你就知道这人混得好不好了。然后就是法，也就是制度。身为一个老板呢，你要舍得把钱分出去给有能力的人。刘邦为什么比项羽更牛呢？因为刘邦打赢了仗，他舍得把土地和金钱都分给了手下的人。那这是一个很哲学的问题，你认为这些财富分出去之后是手下的还是刘邦的？你会发现钱越分反而越多，因为这些人跟你捆绑了在一起，他会发现跟着你干自己也混得更好了，所以就拼命的为你赚更多的钱，打回来更多的城池。但你思考过吗？我能分给你，我就能在你身上夺回来，我给你的财富只是暂时的放在你这边而已。所以佛学也是这样的，你如果一生注定只能赚1个亿，那你怎么才能赚到100个亿呢？很简单，每次你赚到1个亿的时候，都把它分给身边的人。当你分给了100个人之后呢，你就有100个亿了。这个就是法。你有没有一个鼓励下面的人的制度呢？所以孙子的计相当于现在管理学讲的 SWOT 分析，也就是跟人家比较我们的优势、劣势、机会还有威胁。其实比较这些呢，目的就是要看看自己有没有胜算，有胜算就可以考虑打，没有胜算那就肯定不打，因为我们输不起嘛。打仗输了，你的头没被对面砍，就是被你的皇帝砍，然后你的兄弟还要陪你去死。巴菲特为什么投资这么成功呢？他告诉了我们2个法则：第一，永远不要亏钱；第二，永远不要忘记第一条。巴菲特其实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，防守才能让我们立于不败之地。攻则不足，守则有余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防守远比进攻要容易更多。那你可能会问，就算我们不跟人家打，那人家打我们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就是孙子兵法的精髓，注意听了，你想要往上流，你就必须要长期成为一个孙子，也就是要懂得认栽。我小时候去看战争的电影啊，有个人被敌军俘虏了，然后就自杀了，
我的什么长辈啊、老师啊都哭了，说他是英雄，宁死不屈的那种。可我就很纳闷了，我就说这人不是傻子吗？连命都没有了，还能搞什么？然后我就被人家痛骂了一顿。这件事呢，我真的非常深刻，因为我在成长的过程，我发现我学过历史里面那些称王称帝的牛人，哪一个不是认怂的人呢？认怂并不是没有骨气啊，而是默默的储存实力，去等待机会再一次的来临。所以他们遇到危险了，就开始逃跑、装死。我认为这才是大人物的作风啊。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啊，这些认怂的行为绝对不是偶然还有巧合的事，这里面是有规律的。原来这些大人物都有读过一本书，就是《孙子兵法》。所以这本书你完全看不懂都没有关系，你只需要记着认怂装孙子就对了。道德经也讲过，以弱胜强，坚强者死之徒。比较硬气的人呢，不是死了就是当贼了。比如说《水浒传》的林冲、杨志，就是骨头特别硬的。穷人就喜欢骨头硬的人。说白了，这些人呢，就是不懂社会的规矩，不知道如何去混社会，最后走投无路，所以就只能落草为寇。刘备之所以牛啊，也都为前面这么多年孙子装得好啊。但他后来想要装大爷，为关羽报仇，结果自己就报销了。夫人和牛人是怎么样呢？比如齐桓公当年跟他的兄弟争国王的位置，他兄弟的手下管仲要在他回国的途中刺杀他，所以就向他射了一箭，齐桓公就马上滚了下马死了。这时候呢，那个管仲就非常的开心啊，然后就骑着马逃命了。齐桓公等管仲走了，又爬起来，因为他只是装死，他看见那个杀他的人都跑了，于是就慢慢的回到齐国当国王去了。这管仲回到齐国，以为自己的老大可以坐稳了国王的位置，因为没有人跟他争了嘛。谁不知他一进城就被齐桓公的手下包围了。大家听起来这个管仲是不是很笨，对吧？但这人可是著名的政治家啊，所以这认怂的威力你们只能意会，不能够言传啊。我随便都能再举几个例子，比如说这司马懿，当时人家曹操都发话了，让他们整个家族的人呢都去提防着司马懿。OK， 曹操、曹丕、曹睿，你们爷孙三个人很牛，对吧？那我司马懿就规规矩矩的装好孙子，让你们觉得我老了，没有实力了，也没有野心了，我也不跟你硬碰硬，你强任你强。等你这三个牛人死了之后呢，那老子我就是天下第一了，对吧？没关系的，诸葛亮很牛，对吧？那我弄你的方法也很简单，承认你很牛就对了。当时这诸葛亮送了一件女人的衣服去羞辱这司马懿，目的呢就是希望司马懿能够打开城门跟他一战，因为如果司马懿再不跟他打的话，他们的粮食就会耗尽了。当时司马懿身边的将领都很生气，脏话都骂了出来，但这司马懿呢就只是笑了一笑，然后就把送来的女人衣服穿上了，对吧？你羞辱我，我也不跟你打。司马懿的口头禅就是诸葛亮真神人也啊，我不跟你比实力，我就跟你比命长，等你死了就是我的天下了。大家听懂了吗？后来《孙子兵法》这本书传到了日本，然后这个德川家康就把里面的以待敌之可胜用到了极致，意思就是最好的进攻就是等敌人出错。传说有个故事，德川家康、丰臣秀吉、织田信长一起去斗鸟，有人就问这鸟不叫怎么办啊？织田信长就说了杀了，然后那个丰臣秀吉就说绑起来，而这个德川家康就说我什么也不干，就等着，是鸟嘛，它总会要叫的。德川家康呢是最能忍的，他抑制着自己的野心，在这两个大佬们的手下隐忍等待，也就是装好孙子，等你们死了我再来。结果就是德川幕府统治了日本265年啊。所以任何一个大人物必须要分清楚利害，而不是脑子一热想怎么干就怎么干。但这里有些人就会故意的曲解，是不是说我一直等待，总有一天我就可以有很多钱啊？很多人以为所谓的被动收入是自己什么都不用干，他自然就会有的，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。建立被动收入之前呢，也必须要先经历很长时间的刻苦，这其实也是能控制自己的典型。伟大是熬出来的，你必须要有耐心。我们创业几个月甚至几年没有盈利都还在干，我们是在干活的过程中隐忍的。刚才也说了，你的事业要顺应着道天地将法，是需要时间去磨合的。当你的项目都能够连接起这5个元素，它就会自动的运作起来了。比如说 YouTube 创业，它本质上已经符合了天时和地利，因为互联网是目前和未来的趋势。
而自媒体更是适合每个人的行业。就算你不懂剪辑、不懂露脸、不懂设计等等，你只需要做你喜欢的东西，比如说打游戏、运动，甚至你去分享你学到的东西，你都可以把流量做起来。而很多人之所以选择跟着我去学习，就是因为我能够更直接的把我已经做过，而且帮助很多人成功的心法和招式总结为一个系统，然后让他们直接套用在自己的身上。包括里面的创业、营销、SEO， 怎么策划内容、怎么演讲等等，所有自媒体需要的技能，我都会在里面毫无保留的用最简单的方式教大家。如果你真的有心想要跟着我去学习零成本创业，你一定要走进我的创业商学院，因为我相信创业跟物理是一样的，都是一门科学，都是需要学习的，是可以复制的。只要我们有一个系统，有一个框架，然后大家再把这个框架用到自己的处境当中就可以了。如果你现在在影片描述上的链接加入，我还会送你财富自由品书会的永久会籍，我会在里面不定期的举办财富自由的课程，然后我们团队还会解读100本好书。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有一个几千人的 Facebook 精英群，我们可以在里面互相抱团交流，形成一个富人的圈子，大家互相分享资源以及赚钱的资讯，是一个商圈的概念。那么有兴趣一定要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啊！孙子兵法一直提醒我创业要只做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。你随便去街上看看那些失败的或者是奄奄一息的生意，都是因为他们做了能力以外的事。我经常就碰到一些创业者，他们只有100万，然后就却以为自己很聪明，然后就做了需要500万才能干的生意，那结果就是他们的资金链断裂了，然后人才匮乏了，最后就倒闭了。所以你会发现虽然他们各有各的问题，他们遇到的困难也不一样，但是我们从战略高度来看，他们的成败呢，与他们遇到的问题与他们的能力呢都是无关的。能力再小的人，比如说一个2岁大的孩子，你让他去用手去做薯条，他会遇到什么问题呢？又怎么可能会失败呢？他一定搞得定啊！也就是说，我们创业必须要做自己搞得定的事。如果我们老是设立过高的目标，做自己能力以外的事呢，那铁定是要失败的。严格来说，只做自己能搞定的事，并不是保守，是因为很多人，尤其是初次的创业者，都很容易的高估自己的资源和能力，然后低估了项目和市场的复杂性。其实人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希望不要遇到问题啊，不要发生意外啊。然后我们做生意还希望对手不要回应，不要反击啊等等。但这有可能吗？这些人能成功的唯一可能呢，就是运气实在太好了。就好像你去横渡太平洋，然后没有遇到任何的风浪，而我选择保守一点的，正好留出处理各种不可控因素的余力出来。如果这余力足够大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迅速的提高自己的目标。那如果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太高的话，那么就可能耗尽自己的资源、现金。最可怕的是把自己和团队累得精疲力尽，信心也搞没了，那么我们成功就基本不可能了。做企业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不断的招聘人才。招聘人才呢，并不是说用他们来完成高难度的项目，而是做非常简单的事情。高手去做简单的事情，并不是屈才和浪费。高手做简单的事情呢，会把简单的事情做得更加极致，直接对这个行业以及其他的竞争对手呢，形成屠杀级的优势。就如同我以前去打游戏一样，我喜欢杀人，但我才不会去杀比我等级高的人。就算我技术再好，也要经常被虐的。而我是组织一伙人去屠杀那些新手，这样既安全又快乐。那很多人就会对我这种行为很不耻，但无所谓的，我要的是胜利，而你要的是让我去送死。其实孙子兵法就是这哲理，只打有把握的战争，这就是创业者应该吸收的思想。一个人只要学会了该孙子的时候就当孙子，都不会混得太差的。这个世界的人呢，都不喜欢大爷，他们只喜欢孙子。老子讲，木修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大风摧毁的总是那些长得最丰盛的大树。当老板就是要在员工面前装好孙子，员工心里面就会软软的，认为你是尊敬他，然后自然就会给你拼命的干。而你要是在员工面前装大爷呢，员工就会在心里面骂你。所以我认为会装孙子还有尊敬他人呢，不是素质的问题，而是必须要具备的能力。再简单点说，就是打不赢就跑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好了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四8点30分，我都会继续分享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
如果你不想错过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